为什么调音器要设定442呢？为什么原厂设定却是440呢？那440与442到底听起来差多少呢？只有相差2，那音乐家是不是真的能听出来啊？如果你有以上的疑问，那就必须要跟我们一起来了解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老师，欢迎回到本期的嘉生红丝竹音乐。在我们学习乐器一段时间后啊，都需要开始学习调音这项技术哦。而每位学习者都需要购入调音器这项辅助工具。在学习使用调音器时啊，你会发现原厂设定是440赫兹，老师应该会要求你将设定调整为442赫兹，这差别2赫兹很重要的哦。Hz 称为赫兹，是频率的国际单位，表示每一秒周期性发生的次数啊。赫兹是首个用实验验证电磁波存在的科学家海因里希·赫兹命名，常用于描述正弦波、乐音、无线电通讯及电脑时脉频率等等哦。换句话说，42赫兹就是每一秒钟二胡外弦的空弦音在空气中有442次的周期频率，才是正确的音准哦。这边来跟大家提醒啊，虽然目前调音器是使用42赫兹，但是不一样的形式演出啊，还是可能会使用不同的频率哦。网络上有许多放松的音乐，绝大多数都是使用432赫兹来演奏，所以不同的音乐类型啊，是可以改变调音的频率哦。如果晚上睡不着，那就去播放432赫兹的音乐来听吧。接下来是一个测试段落，欢迎大家戴上你的耳机，这样会更容易听出感觉哦。在这个测试中啊，我们使用2台调音器，左边这台调音器固定是442赫兹，而右边这一台啊，我们会重新的改变赫兹，希望大家能努力的去听看看其中的差别哦。第一段影片，我们使用442赫兹与432赫兹做比较。第二段影片，我们使用442赫兹与440赫兹做比较。第三段影片，我们使用442赫兹与450赫兹做比较。第四段影片，我们使用442赫兹与442赫兹做比较。从以上4段影片中，你是不是有听出什么啦？你是不是有听到不同的赫兹会产生出一个像是相互拍打的声音呢？我们刚刚听到的2段声波是完全不一样的速度声波哦。当2个声波同时播放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交互交叠与撞击，撞击的点就是所谓的拍音。就是你听到那个嗡嗡嗡嗡的声音吗？这种拍音啊，绝大多数的演奏家都能很轻松的听出来哦。在我们进入音乐厅坐定后啊，音乐会在开始前，所有的演奏家乐手在舞台上坐好后啊，通常会由乐团的首席指示某个乐器发出标准音 A， 所有的音乐家乐手利用这个音来做调音哦。这时候就利用拍音来判断自己的乐器音准是不是准确。这边吴老师要来考考大家的听力了哦。以下一样是4个题目，我们一样使用调音器来做对比。
请问哪一个才是音准相同、正确无误的呢？答案是3哦。如果你都能顺利的分辨出442赫兹与440赫兹的差异，那音乐家的耳朵就经过长时间的训练，当然能容易的区分哦。所以学生分辨不出440赫兹与442赫兹的差异啊，那就要多花一点时间去训练自己的耳朵啦。接着，我们就利用这个方式来教大家一个调音的方法吧。很多学习者都应该有的经验，那就是二胡松弦的情况哦。发生这种情况，很多时候都束手无策啊，不是讯息给自己的老师啊，不然就是带着乐器前往乐器商请别人代为解决吧。这时候吴老师教大家来解决哦。首先，我们先把松掉的弦先慢慢的缠绕回去弦轴上，记住这边不要太用力的转哦。接着我们将调音器开启，并且按住 Sound 这个按钮，这时候调音器会发出一个声音，将这个声音调整到 A 这个音的位置哦。随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演奏外弦的空弦，将二胡的空弦音调整跟调音器发出的 A 一样，这样就能保证外弦的空弦音恢复到 A 的音准哦。吴老师要提醒大家，这个过程都是要依靠自己的耳朵来去做监听，试图去理解声音的变化。这个过程特别的重要且珍贵。我都告诉学生了，千万不要老是用看着调音器去调音啊，要用耳朵去调音啊，不是用眼睛哦。《望春风》是邓雨贤作曲、李林秋作词的台湾民谣，于1933年传唱于台湾。1945年后成为台湾代表性的民歌哦，在国外快闪音乐会中经常使用，并被改编为多个版本。我们使用《望春风》这首乐曲来做示范，使用432赫兹、440赫兹、442赫兹，还有450赫兹来做基础的外弦空弦音 A 的调音设定。我们会有4段影片来做对比哦，请同学猜看看，哪个影片才是442赫兹且音准准确无误哦？还是提醒大家戴上耳机会更容易分辨哦。这样听起来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呢？请问哪个影片才是正确的音准呢？答案是4哦。你是不是有感觉第4个影片声音听起来比较协调呢？其他3个影片听起来有种重叠感，而且听完之后有种分叉的感觉呢？那就是2把琴音准没有靠近的状况发生哦。听完2把或以上乐器在演奏，开始有感觉2个音的距离，那就表示上面讲的部分你已经开始慢慢的理解咯。是不是对音准有很大的帮助呢？音准是个潜移默化且长时间训练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当然必须有合理的训练及老师的重点告知啊。希望大家往后都能重视调音，也要重视自己调音的训练哦。轻易草率绝对是不好的啊。我是吴老师，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加深红丝竹音乐，见面喽。